说起青森县，第一反应当然会想到青森市，但如果从观光人气来讲，青森县最出名的城市应该是弘前市。位于青森县西南部的弘前市，人口约17万人，以城堡、樱花和苹果之城而闻名全日本。不但有历史风貌，也有著名的赏樱场所，可以说是公认的青森县最具人气的观光城市。下北站是青森县下北半岛陆奥市的中心车站。今天要从下北站出发，乘坐大凑线的列车，顺着陆奥湾的海岸一路往南，到达下北半岛和青森以及八户方向的铁路枢纽野边地站，稍作停留，约20分钟后换乘青森铁道的列车向西行驶，约50分钟后抵达青森县最大的城市青森市。又坐了50分钟到青森站了，真的是好久没来青森了，而且我也是第一次非冬季的时候来青森，感觉之前来的时候都是下雪。现在日本的这个台湾宣传啊，真的是还是挺多的，各地都能看到。这边也是专门做了台湾的宣传，因为从青森到台北好像也有直航的这个航线。然后这个是阿里山铁道吗？因为我这次其实不是到青森，是到弘前的，所以现在有点尴尬。现在是12点23，然后12点40分它有一个到弘前的这个车，但是是特急车，所以它价格是很贵的，要2165。然后普通车的话呢是1点35，所以还要等1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但是它就会便宜很多，只要715块，实际上差不了多少，那价格差的真的是比较多，所以打算在这儿稍微待一会儿吧，等1个小时，顺便吃个午餐，然后再去弘前。然后这个自动贩卖机全部是苹果汁。全部是苹果汁，这个应该只有在青森才有。真的是很久没有来青森了，然后感觉永远都是满片大雪的这个印象，这样的景象还真的是第一次看。这个区域应该也算是青森站出来港口边最标志性的一个景象了。然后旁边这个地方这个商店也是挺有名的，里面有很多这个特产的售卖。然后这是青森大桥。青森苹果，青森苹果也来一张。可能有些朋友还有印象，我当时跨年特辑从青森站出发，本来要去坐那个轮渡船，然后就是要过这个通道的，但是冬天它是不开的。跑到这个地方，然后发现不开，就没办法步行，所以只能回到车站，然后从车站走到车站的西口。本来从那边要步行的，结果又下雨了，最后只能是打车去了。所以看到这个天桥，就想起当时的那个过程。主要是当时大冬天，然后很冷，然后又下雨，所以整个行程就感觉有点狼狈。今天这个艳阳高照的天，就真的是舒服很多啊。到旁边这房子里面，赶紧抓紧时间吃点东西吧。这边有苹果派，看起来好诱人的苹果派，真的是烤苹果、苹果刨冰、苹果披萨、汉堡、苹果汉堡，1530。本来想吃午餐的，但是那个人太多了，要排队等大概30分钟吧，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现在已经快12点了，12点35的车。然后苹果派是500，然后这个 scone 饼是300。咖啡真挺贵的，要600块。它这个司康饼就是里面加了一些这个苹果的果干，不会很甜，有一点点这种苹果特有的这种酸味，还不错，挺好吃的。这个苹果派确实是挺好吃的，怪不得是人家的人气产品。它中间的这一整颗，不是整颗啊，这整块苹果，意外的很甜，完全不酸。然后周边的这个酥皮啊，很酥脆。日本绝大多数这种大排档的地方，它都是要回收的，就是要你把它拿回去的，就不能放在这儿然后扔掉。
所以这点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又回到青森站了，然后现在继续坐车去红前。到红前了，红前真的是第一次来。旁边一站叫腐牛子，这名字也挺有意思的。整个青森都是苹果大县，然后红前又是特别苹果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樱花。老宋这次来的还是稍微晚了一些。如果是正当季的时候，这个樱花是会非常非常漂亮的。红前是日本赏樱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他们的红前城的这个周边。据说因为他们那个当地利用了苹果树种植的技术，所以他们的这个樱花开的比其他地方一枝上开的这个樱花数量会更高一些，更多一些，所以整个开满之后，满开之后也会非常非常的密集，很漂亮。尤其是这种樱吹雪的时候，整个全是落樱缤纷的样子。红前的这个日文发音的话，念作 Hirosaki， 红是念作 Hiro， 然后呢前是念作 Saki。然后今天订的是车站旁边走路1分钟的这个东横印。东横印基本上就是这样，挺简单的。不过品质的话，作为它这个档次来说，基本上还是可以有保证的。所以如果是在很多地方不知道该选什么，或者是不确定的话，可以选东横印。它基本上都是在车站旁边非常近的地方，然后作为经济型旅馆，基本的品质都是有保障的。毕竟是应该是全国数1数2的这个连锁型的酒店。这里面是洗手间、浴室。周边还是低矮的房子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只有车站的这几栋酒店会更高一些啊。旁边应该有一个公寓楼。今天刚好他给的是比较高的14层，所以视野会好一些。充了一下电，现在准备去他们那个红前城的地方。前面这个大叔全身粉色，很适合春天啊。附近应该就是他们红前市观光的核心区，这边有一个能不能看得清五重塔，还有一个藤田纪念庭园，另外就是红前公园。红前公园的话，其实就是红前城的这个地方。这也是藤田纪念庭园，这以前也是他们一个老的商人的别墅。藤田纪念庭园总面积约2.18公顷，由红前出身的实业家藤田千一于大正时代建造。园内利用地势的高低分为高台区和低地区。高台区以著名的岩木山为借景，是典型的借景式庭园。站在庭园内可以远眺雄伟的岩木山，整座山峰也被巧妙地介入到了庭园的景色当中。坐落着拥有大正浪漫风情的洋馆和典型日式木造风格的和馆，营造出一种兼具日本庭园与西洋别墅融合的优雅氛围。这里边也有一个很大的樱花树，我现在基本上也就都已经落了。循街而下，低处则为典型的回游式庭园，同样拥有开阔的草坪、各式的树木，旁边有池塘、小型的瀑布等景观，整体开阔雅致，绿意盎然，也让人心旷神怡。这个洋式的建筑，它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一个咖啡馆了。据说里面的苹果派很好吃。
机会可以尝一下。今天已经关门了，不过我今天中午已经吃过苹果派了，所以就还好。然后红前城周边的，这应该算是护城河吧。红前公园周边的这个河道两边其实都是樱花树，也是红前最有名的赏樱的地方。今年真的是开得太早了，早了1个多星期呢。否则这一片真的是相当漂亮的地方。这里就是红前城。其实红前公园内它有很多株樱花，然后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品种。最常见的，刚刚河道两边的那种的就是染井吉野，最常见的樱花，它开花时间会稍微早一些，所以现在已经全部败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品种的话，你看里面还是有一些正在盛开，就感觉是樱花开了一个灰色的滤镜。这个颜色确实还挺特别的，以前还挺少看到的。这一株也是非常绚烂。整个公园中间其实看起来还有很多株还在开，主要是那种垂枝的樱花。园内真的是非常多的樱花树，这盛开的时候应该会很壮观。这围绕城的地方也有很多樱花树。也是一个展望的很好的地方啊，可以看到远方的这个岩木山。本来这地方其实有一条樱花隧道的，两边都是樱花树，现在已经结束了。整个公园外还是挺热闹的，很多的这种小摊儿，像日本的这种马自立一样。中午吃的那个苹果派，果然现在就饿了。然后800块的这个关东煮还挺多的，8个东西，一个只要100块。还挺实惠的，一大盆儿，刚好可以在这儿赏赏花。这边的花还挺漂亮的。日本现在招不到这个驾驶员，巴士的驾驶员，但是你看这钱啊，真的是也挺够少的，一个月才19.3万，还没扣税。你扣税的话，真的是没多少钱。怪不得没有人愿意干这个驾驶员的工作，而且他把这个金额写出来，我觉得就是越是给人没有什么太大的魅力。你要不写的话，可能还有人想去咨询一下；写出来的话，估计真的是看到这个金额就觉得算了吧。要离开之前的最后一天，终于要下雨了。这几天一直天气都还挺好的。然后现在准备在站前坐巴士去他们有一个叫苹果公园的地方。
天气预报真的太准了，11点下雨，真的就11点下雨了。已经到这个苹果公园了。哎呀，没带伞呀，真是麻烦。从前苹果公园，而且这个附近感觉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便利店。不知道他们那个设施里面有没有卖伞的。结果一买是一个苹果伞，就好笑了。哇，这是亡灵，真的是苹果树。亡灵，日本有一个那个女的偶像演员叫亡灵，名字叫亡灵。好像据说很多人都觉得她是中国人，但是她实际上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中国血统，但是她的名字叫亡灵，就跟这个苹果是一样的名字。这是茨嘎的金青，当地培育的苹果应该是，所以这里面都是种的苹果树。公园还没逛，先来逛这个商店了。确实有不同的苹果，富士，还有各种苹果汁、苹果的饮料。成功找到伞了，各种苹果的这个产品，苹果派啊什么的。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吃苹果，但我挺喜欢喝苹果汁的，或者是其他苹果的产品。或者苹果茶我也很喜欢，但我不太喜欢吃苹果。这个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一看这个照片，怎么是个狗在喝苹果汁？我想说这个不太合适吧。结果一看，它是狗专用的苹果汁，就是专门做给狗喝的苹果汁。这挺有意思的，人应该也能喝吧？这是苹果干儿，干的苹果，苹果的拿铁。当然还有很多的这种苹果酒，很多的苹果汁。看了一圈，这个应该是最贵的，一瓶是237。尝尝看吧，有什么不同？还没逛呢，购物买好了，买了一个苹果茶，一个苹果拿铁，然后看起来比较有名的这个苹果汁，然后一把伞。还好这伞还不贵。跟那个便利店的价格差不多，它这写的是数量限定的，就不是永远能喝到的。我喝了一口，我觉得不是特意要称赞它，它的这个味道是很醇厚的感觉，会有一些这种绵软醇香的这种口感，真的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们的苹果代言人吧，苹果姑娘。原来苹果花是长这样的啊，跟樱花还是有一点点像的。这个花就深一些，这叫 American Beauty， 美国美人。这个花还没有完全开。这还有一种苹果叫印度，日本原产，但是为什么叫印度呢？底下这一大片都是苹果树，都是苹果园。然后远处是这个盐木山，乍一看还是有点像富士山的啊。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展厅，介绍一些相关苹果的知识，各种苹果的种类。这个苹果叫陆奥 ，Mudz， 就是前面我去的那个城市，还是昨天那个红前市一所旁边。有一个他们的老的图书馆，右手边这个是他们新的图书馆，然后中间的这个旧的红前图书馆，还是有一些这个欧式的风格。
像是这种小学时候的课桌。它这有一个他们当地的市民宪章，这样看来真的是挺有特色的。春天樱花，这个地方的樱花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夏天是这个睡魔季，秋天是苹果，冬天是大雪，真是一年四季都有它的特点啊。旁边还有一个山车展示馆，山车就是他们在祭典、祭祀活动的时候，就是庆典活动的时候推出去的那个车子，装饰的非常华丽的那个车子。基本上寓意的话都是家内安全，然后五谷丰登。包括有一些地方，它如果是渔业比较发达的话呢，就是这种海上安全。认出来了吗？左边这是花和尚鲁智深。然后右边是九纹龙史进。确实，这个城市保留了不少老建筑。前面转角的地方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老房子了，外墙都剥落了，应该很长时间，但是底下有人在排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很多人在这边排队吃午餐吧，应该是。前面的这条街的话呢，是他们当地的一条老街，叫徒手厅，然后两边有很多的这种，有一些这种老房子，还有一些老的店铺。不知道看这条街上有没有吃的，刚好午餐可以在这吃个饭。像前面这个也是老的房子改建的咖啡厅、咖啡馆吧，今天应该不开。一番馆，这楼也有很典型的这个大正的风格，红前明代黄金烧。看起来还不错，虽然在北海道刚吃了这个汤咖喱，但是还是喜欢。而且今天这个天气啊，阴雨天吃个热热的汤咖喱，挺不错的。然后他们家也是很多汤咖喱店都是这种黄米饭。今天点的是虾和这个鱿鱼肉，有一些汤咖喱就会偏酸的，他们家的这个味道就会偏酸一点点。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酸，还行。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偏酸的汤咖喱的口感。说实话，这个肉炸的也稍微有点焦，有点干。这个肉，不是特别好，一般吧。然后这应该是他们以前当地的一家大的百货店，现在应该都倒闭了。基本上这种小城市老的百货店，大部分基本上都已经慢慢的都衰退倒闭了。像东京也很多的老的百货店也都关门了，不只是小城市。How come the stars come to shine when it's dark from so far away? Show us where we are. What makes the sun go to sleep every night? And what's it dreaming of? I wonder. 要离开了，准备坐巴士去青森机场。红前这边也有直达的机场巴士，可以去青森机场。Maybe it's just like me, a little bit scared of heights. Why does the rain always keep on pouring down? 基本上日本的各个小机场都是把他们当地的这特色都会展现出来。
今天坐的就是5点50的那一班到羽田的，然后还有6点多还有到大阪的，8点到札幌，最后8点45还有一班到羽田。这都是日航的这个航班。青森开港400周年。Could it be to make the ground shine like gold until winter comes? Until winter comes, until winter comes. It really makes me wonder.